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火男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然后他的一个中路对线情况。火男不是那种很能 carry 那种，但他到后期特别强，因为他装备上面你要知道，就这种像这种持续伤害，特别是那种像什么杰拉的话算持续伤害吗？算吧，算上种子的话，它是能触发装备伤害嘛。然后你像这个火男，还有莫甘娜，还有这些，那个叫什么？还有个叫什么来着？提莫，对，这些持续伤害它这种双烫流。因为火炬这件装备便宜的嘛，2800，而且性价比特别高，而且前期的话能打出比面具还好的那种数值，就是装备伤害出来。先打消耗，然后把这个被动叠，就是装备被动叠起来以后，增加4%的那个法强啊，其实多一点伤害还是很舒服的。像打阿卡丽的话，就等对面上来 A 兵的时候去消耗对方，他一定要去吃那个残血兵线的，他不吃那他肯定就漏，对吧？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就往前去丢那个技能就可以了。这里，对方就是没有残血兵线，就这种就是不要去尝试去预判，一定是要等短手的上来吃兵线，你再去给一套技能。你看他上来吃炮车，你就给他一个 EW。Q 就没必要放了，不一定能，因为他大概率说会躲在兵线后面。像刚刚如果打出这一套，蓝量也不是很够，就火男这个英雄就还是太耗蓝了，没办法的。这里对方应该是回家，然后赶紧把兵线清完以后，回家补装备就可以了。我在想玩火男的不会，火男怎么晕住人都不会吧？他说啊，有一个萌新说啊，新手玩家说啊，我丢了个 Q 技能，不是说可以控制吗？怎么晕不住，就是控制不了人。这边说一下啊，特地说一下啊，就是火男的晕一定是对方身上挂有这种，就是被动的时候，就是那个燃烧被动的时候。才可以命中以后才能进行那个眩晕效果啊，所以最好就是这里的话贴脸的话就命中率很高，这里的话能烫死吗？差一点伤害，有点可惜。对面阿卡丽应该是带着3绿啊，所以说啊挺能扛的。像这种贴脸，就别人贴脸的话，就是直接 E 技能起手接 Q， 再接 W， 这样的话 W 的伤害是一定是100%能打中的。这个烫伤，烫伤的话一定是技能被动烫伤啊，不是点燃烫伤啊，点燃接 Q 是没有眩晕效果的啊。我就怕有人说。突发奇想说啊，点燃接烫伤是不是也可以触发？触发你个鬼呀！怎么可能？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幻想啊！然后你可以看到他2件套，然后加3级鞋子，其实。火男看情况吧，其实如果法川棒的话就没必要做，还不如做这个叫什么？那个放学者的诅咒。
而且火男伤害本来就非常高，AOE 伤害，特别是他的 AOE 伤害，他往团战里面丢个大招，那个打出来的 AOE 伤害是，只要对面站堆，伤害就不低。但如果说对面就一个位置，那说实话并不是很理想。这里大招丢出去一定要去跟这个伤害啊，一定要去贴上去，因为对方没有别人的话，那大招他不会弹，他只会丢出去一下。大招一定是要弹起来才有那个弹出那个被动。火男的被动是这样，就是连续3个印记那个技能命中敌方英雄的时候，他那个印记叠满以后啊，就会造成一次印记伤害。然后弹的话是有个点，就是根据敌人的那个附近英雄进行优先弹，然后是自身。如果你比如说他贴近你的话，你丢大招到他身上，他会弹回你身上，又会弹回对面身上去，就会进行这么一个弹，就是大招的一个弹射。有了这个法传鞋的这个真伤啊，现在法师的那个技能清线能力啊，前期确实快很多。哦，还踢回来，哇，很帅。这波操作把阿木木给秒了，不过一顿操作是吧？人头没到手，有点小亏，对阿卡丽来说。2个残血啊，这2个残血，这真的是还不走，就非要在那浪。他 E 技能的话是触发了2次这个鞋子的那个伤害啊。哦，不对，是 E 技能接平 A， 所以看起来是30次的那个真伤，34、18，哎，怎么不对啊？这局发育整体下来并不是很理想，队友的话，虽然说是2-0啊，但中路一塔也没了，队友那边不是很理想的。上路倒是还行，石头人打魁苍提竟然打过了。我跟你说，石头人真的会玩的，石头人真的很强啊！你们不要以为石头人不行。因为石头很简单，简单的话，你只要把它玩会，对吧？你就很轻松。这边赶过去，哇！E 技能给到以后，先消耗一下血量。这边绕的有点厚啊，如果刚刚那个位置再等一会儿，他其实甚至可以把对面的射手给秒了。但阿木木追上去秒掉了，还不错。这边石头人参团以后啊，对面魁苍提还不来。火男的 E 技能是一定是命中的啊，他是直接是释放敌方英雄身上的，只不过就是 E 技能手比较短啊，有时候可以通过小兵 E 技能，就是他会点燃周围的那个目标，你知道吧？所以 E 技能的话，有时候可以直接给小兵，然后点燃敌方英雄身上，这也是个技巧。
像金身的话，其实是没必要太早做，金身的效果最好。哎，这里怎么把大招给丢出去了？小兵的话也是可以弹的，但他弹的时候优先，如果附近有敌方英雄的话，会优先敌方第一英雄。像火男就是抱团，然后跟着队友走就好了。而且他们的阵容就是适合抱团啊，3个前排在前面顶着，只要双 C 稳住，然后能叫什么，就是给点技能保一下 C 位，这种团战非常好打。不过火男想拿 MVP， 除非那种打了成吨的伤害，而且还对面完全招不住那种啊。可能还容易拿 MVP。这里可以看到啊，它是主 W 副 E 技能，E 技能还是比较合那个什么，是一个比较合格的那种稳定给输出的那种。虽然输出爆发不高啊，但持续点多2下还是挺疼的。特别是有面具以后，过来送。这里牛头其实可以把人击飞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可以直接秒了，怎么把人给顶走了？这里跟不上输出，如果你刚刚跑过去的话，魁桑提切进来，你还真跑不掉，就会被夹在中间。所以有时候跟不上就没必要硬去打那波团战，知道吧？可以找一波机会。哎呦，还好这蛮王没有拿命追，这牛头顶飞他，哎呀，但又被袁安娜的 W 技能减速到了。这袁安娜的 W 技能确实恶心啊，但最后还是烫死了，很舒服。石头人说实话，在线上发育太舒服了，但他这波顶上去打，队友肯定是不会去理他的。对面满状态出来的石头人都不看队友状态，就是这猛往里面盯。这里第3件先把帽子给做出来。像如果说你的队友没什么控制，那你或许得第3件做一个兵战啊，就是偏功能性的去给一些控制，然后给一点减速，知道吧？因为火男，首先可以讲，火男就一个 Q 技能控制，然后队友如果也没控制的话，那你就必须得去搞点东西，做装备啊，看看能不能装备控制的这个，去辅助一下队友。这牛头跑着就往后面站了，哎，他有大招，完全可以往前顶啊！这边，哦呦，旁边有个蛮王，魁桑提直接开大过来。这边不打算丢大招给他，因为他就一个人在这边，
丢的话肯定浪费了。阿卡丽的话也是，好像是交了闪现往前突的，有点吓人。不要给他那个大招起手啊，因为大招起手这个血量，猛男肯定是活不了的。这蛮王有点玩懵了。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偷小龙？对方一个人都没掉，然后龙拿到了。这里啊，对方射手的话，技能全交了以后，自家射手也是很容易的去收割人头。这局石头人我跟你说，这局就是石头人跟打野两个人比较顶。不过整体团战来说，打的是很乱的。像打到这个时间点，然后刚刚拿到大龙，连一个外二塔都，就是中路的二塔都没有推掉。说实话，这条大龙收益并不是很理想。这里想要回家做大帽，那没时间呢。对面的阿卡丽是没露视野的，哎，有个机会。这里准备丢大招，只要地图边上看到有2个人，就可以尝试把大招丢出去。你是没办法控制大招能弹多少人，你只能去判断人在附近，你有机会可以弹到对面。哇，猫王救不了。哇，石头人哇像战神一样，可惜阿卡丽伤害还是太高了。这石头人的话，肯定是物抗比较高。魔抗的话，现在才开始做。这里的话，还是补了一件重伤啊。因为左下角推荐出装的话，不一定是说啊代表着什么的。但就是不一定说完全要按照着推荐出装去出，完了，还是没烫死，队友开始投降。就他的前2件核心装备，一般都会有前2件的核心装备啊，然后你自己去做判断，然后后续的话就是你要根据局势去做出装的一个改变啊，不是说那么死板的就要这样子去做。牛头一个人凭什么能动这个大龙？想不明白。马王一上来就砍，找一波机会，弹到了啊！那这样的话，射手是能死。像这种就是很舒服了，那大招能一直弹。茫茫现在手上是没有大招的，可以尝试打这条龙，因为对面就阿卡丽复活的话就不好打，得注意一点。拿远古龙会比较好，因为拿大龙的话，你的那个因为它有大龙低 buff， 所以拿龙的话是比较伤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局还好有这么个石头人。这石头人，你看他的意识就很到位，他会去主动去卡对面的一个位置。大招一给，远古龙秒掉。远古龙的话就不怕了啊，只要伤害够，你丢中了，你丢不中那不好意思，你该被秒还是被秒。但只要你丢得中，就问题不大。哇！这把石头人应该是 MVP， 就
火男很难说做到那种很 carry 啊，真的很难，因为他的伤害就真的就关键就来于大招，大招还不一定那么好放。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对面如果有高手的话，面对火男的话，他们一定是分割战场去打，甚至选的英雄像这种阿卡丽这种，他就是离群之刺，我就离开群体啊，作为一个刺客去刺杀你，说吧，对吧？离群之刺嘛，对吧？就阿卡丽的那个座右铭，外号吧，应该是。那行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收看啊，后面还有一局啊。